辉正，最近中国有一个比特币女王，对比特币的女王被逮了。这个女王很强，她竟然可以骗中国人，骗2300亿。心想，哇，这个人是谁？结果甚至还说，她除了骗钱之外，她还会去色诱别人。我心想，她已经长得非常美，而且她的诈骗手法非常高明。中国人这么精，怎么会骗呢？结果今天答案出炉了，我傻了，原来就是这一位比特币女王。我怎么都没办法想到，怎么是一个大妈？我跟你讲哦，这个其实是个很励志的故事。大家就想说，比特币女王的崛起跟陨落真的是一个传奇啊。那呢，在照片没有出来之前，因为大家都说她是色诱嘛，然后就说她甚至有一个妖姬美名，你知道吗？对。就照片一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啊，根本是妖兽，怎么会是妖姬？妖兽。但是我跟你讲，大家不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就有被他骗的人就说他整个人太有 charisma 了，就是你给他2个小时时间，你不知不觉你就给他20万，他就投资他了，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厉害。我们现在跟你讲一下，他这个你知道他其实整骗的时间只有4年，对，但是他竟然可以骗到400亿人民币，400亿人民币之后呢，他早在2017年、2018年就去买比特币，就投资比特币，结果他真正被抄的时候是在2023、2024年左右，他那时候已经被发现他的比特币已经有多少？竟然有6.1万枚的比特币耶！6.1万枚，惊死人哦！他6.1万枚比特币，这个算下来相当于市值，现在大概说有55亿英镑哦，那真的是非常吓人哦。那他就说，那到底这个他怎么被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所得？其实到去年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就说哦没有，他去年第一次开庭，2024年10月的21号第一次开庭，对，他开庭的时候。他是全面否认所有的犯行，他说没有，我完全没有犯法。他说你没有犯法，你怎么那么多钱？是他们自愿给我的，自愿给我的。然后呢，除了他被查到这个有6.1万枚这个比特币之外，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富可敌国，他富到流油啊，富到什么地步？他说，他2018年那个伦敦的警方在他的住的地方哦。叫 Hampstead 的这个地方，它是北伦敦区。你现在看到这个豪宅，北伦敦区的这个豪宅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啊，对，大概是类似我们101的这样的信义区那样的情况啊。他们去查到他那边的时候，就发现有什么？发现他竟然还有直接用75000英镑买的钻石的收据。你都钦差不啦，然后呢，除了5万英镑的那个收据之外，所以他随便一搜就搜到一个你花了台币300万买钻石的收据，然后你就随便丢，哇，他很能赚，他很有钱哎，而且他刚收还住了豪宅哎，而且那个豪宅是他用租的，他用租的月租金竟然来到了1.73万英镑哦，然后更夸张的是，他买珠宝甚至还用比特币在杜拜直接买下了2套房产，太厉害了！我跟你讲，已经觉得很夸张了，对不对？对。我跟你讲，更夸张的是来了，什么？2018年9月，英国来发现，他说他去搜他那个豪宅之后，就发现他已经浪杠了，他留下一本日记本，对。日记本里面规划什么？他竟然要买下一个国家，他要买下一个国家，他是要买下，而且他要当女王了。而且那个国家叫 Liberland 自由之地啊，自由之地，这国家在哪里啊？其实它是在克罗埃西亚跟塞尔维亚中间一个并没有被承认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里，他要买下这里。他要当岛主，他要当女王，他真的要当女王。我跟你讲，他不是开玩笑，他花了500万的英镑给自己买了一个皇冠。跟权杖，哇，要登基当女王，非常狂啊！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它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他短4年之内，他就建造自己的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就是比特币王国。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他当年到底怎么去立人才的？他在2014年的3月，在天津成立了一个叫蓝天格瑞的这个一个公司哦。那这个公司就跟你讲啊，它是有点类似传销啊。事实上，它就是用着所谓的庞氏骗局啊。简单来讲，他就告诉你，我们投资6000到投资6万人民币，甚至来10万人民币都没问题。我简单来讲，你现在给我10万人民币，对不对？我给你最高报酬可以来到300%。所以也难怪你看到这一张照片，对，它上面写什么？它这个红布条上面说，你给格瑞3年的时间，
格瑞给你3、4的富贵，真的是3、4的富贵，非常吓人哦。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讲啊，他就说哦，你只要投给我的钱的第一天哦，我马上就给你200块，第2天我就给你400块的利息，第3天我就给你800块的利息，用这样倍增的方式。然后呢，你给我10万块，你只要短短的3年时间，我就给你40万。哇靠，这个超出300，真的超出300倍。还有人信吗？这赚很多哎，很多人信，好不好？你看一下，他就跟你讲，他说受骗的人都是50岁到75岁的中年人啊，而且我跟你讲，很多都是企业主哦。然后因为他非常厉害，他掌握几点，哪几点呢？第一个高报酬，第二个稳赚不赔，第3件事情，他就说他开发了一个新领域，什么？就比特币。对，你知道比特币在2014、2015根本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那他就告诉你啊，他说他就用了一个白板，他就告诉你讲，然后本来大家都听不懂，说我好像听懂了，就是回框去，而且呢，他就你知道，就这个穿那个黄色衣服，非懂的时候就是最好骗的时候。而且他们很多人其实事实上都是知识分子哦，然后甚至是有公务人员哦，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哦，那时候他的名称叫花花，他说花花。其实他一看到的时候，他心里想说：“哎呀，你这样看起来有一点怂怂的，而且150几公分，大概有100来斤的，100多公斤，怎么可能会创造我一些财富？”就没有想到他非常厉害，他就听了短短2个小时时间，他就觉得我好像听懂了，然后他就当下就签了20万，就直接给他了。然后他就用这样骗，他说从2014年、2015年骗到2017年，他说他永远记得那一天，2017年的7月有一天红利就不再打赏了。所以后来就发现整个骗局就崩了。然后我跟你讲，更厉害一件事是什么？到了2017、2018年之后，他的相关的同伙有被抓，然后呢，那个大概50人里面有20几人被起诉，但花花，也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他就跑掉了，他完全没有被中国。他也太神秘了吧？他非常神秘。他说他的整个骗的人，大概有12.8万多人。然后呢，他就说他那个被骗之后，他就直接浪高到国外去。后来啊，人家就发现了，他早从2015年，也就是他行骗的第2年开始，他布局非常缜密，他就开启了他的一个，就是要把所有骗来的钱全部转成比特币，然后他就帮自己买那个假护照，然后呢就持有克罗埃西亚的相关的护照，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然后呢就跑到，而且还有那个假名嘛，然后就跑到国外去，超厉害，他跑到国外去，我跟你讲，他在中国2017年的时候才开始，人家要抓嘛，对，然后2018年抓到他同伙，也不过就求处几年而已。然后直接他整个跑到国外去，他完全没有被中国政府抓。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事实根本都有买通中国政府？整个爆的情况之下，事实上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女王已经到了伦敦，然后已经到了英国，才真正的面临到司法的追诉。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